来给你们好好唠唠2026年能买到的最猛的9款德国轿车，我操，你们敢信吗？第一名，0-100加速只要1.89秒，这特么比很多超跑还快啊！而且这可不是什么兰博基尼、法拉利那种花里胡哨的跑车，就是正儿八经的4门轿车。最离谱的是，现在就能下单买到的量产车。我跟你们说，这里面有好几款车，直接把以前那些号称超跑杀手的车型按在地上摩擦。每一款车的加速数据都是实打实测出来的，绝对没有吹牛逼。最高时速能飙到202英里，差不多325公里，扭矩155磅英尺，约210牛 M。再说一遍，这都是真刀真枪测出来的，不带半点虚的。现在就来揭晓2026年最快的9款德国神车，保证有几款能惊掉你们下巴，特别是第一名，简直不科学。谁能想到这么猛的车居然还带后座？咱们从第9名开始，一个一个给你们盘，准备好刷新3观。第9名，2026款宝马 M3 雷霆版4驱版西装暴徒本尊，这货极速能飙到180英里每小时，约290公里每小时，就问你怕不怕？宝马 M3 啊，30多年了，在性能轿车圈里一直是别人家孩子级别的存在。到了2026款，它还是那么能打，稳坐性能一线宝座。心脏是台 3.0 升值6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503匹马力，直接怼满，0-100加速 3.3秒。比上一代 3.8 秒快了半秒多，别小看这 0.5 秒，一脚油门下去，上一代 M3 还在后视镜里挣扎呢。更绝的是宝马这套4驱系统，每秒扫描路况100次，你方向盘刚转个角度，它已经悄咪咪把动力分给前后轮了。过弯稳的就像轨道车，日常开都觉得这车咋这么跟脚，马力大加操控准，简直是物理外挂。平时上下班它低调的像台普通3系，融进车流毫无违和感，但只要你油门踩过一半，瞬间变身咆哮的猛兽，西装一脱全是肌肉，起售价82900美元，约60万人民币。内饰全是驾驶者优先的设计，这车压根不是豪华车顺便跑得快，根本就是披着商务外衣的赛道机器。虽然它性能早就溢出普通人需求了，但别忘了前面还有8个更变态的怪物，他们的字典里根本没有上线俩字。第8名，2026款奔驰 AMG C63 SE 高性能版，极速飙到186英里每小时，约300公里每小时。兄弟们，这次奔驰 AMG 对 C63 可真是下了血本啊！他们做了一个让整个汽车圈都惊掉下巴的决定，直接把祖传的 V8 发动机给砍了，换上了一套看起来特别不科学，但开起来能把你魂儿都吓飞的动力系统。具体来说呢，就是一台 2.0T 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再配上后置电机，组成了超级混动组合。这套系统综合马力直接干到671匹，扭矩752磅英尺，0-100加速只要3.3秒，极速186英里每小时。你没听错，就是4缸发动机硬生生炸出了671匹马力，这可不是吹牛皮，是实打实测出来的数据。对比一下就知道有多夸张了。保时捷911、卡雷拉 S 才443匹马力，而 AMG C63 的发动机排量只有它的一半，马力却多出了228匹，这简直就是在作弊呀！最牛逼的是，这套动力系统直接用了奔驰 F1 赛车的黑科技，装了个电子废气涡轮，彻底解决了涡轮迟滞的问题。它的动力不是慢慢来的，而是你刚踩下油门，动力就轰的一下全出来了，完全不带犹豫的。平时开舒适模式的时候，它就是一台特别优雅、特别舒服的买菜车，上下班开着完全不会让人觉得你是个飙车党。但是，一旦切换到赛道模式，这货立马就变身了，排气声变得又尖又炸，底盘变得梆硬，而且电机还能额外爆发出201匹马力，随叫随到，每次能持续10秒钟。简单说就是你想爽的时候，随时都能来一发10秒的鸡血模式。这车起售价是84900美元，能排到第8名，就是因为它彻底重新定义了紧凑型性能轿车的天花板。不过老铁们，如果你觉得这已经够快了，那我告诉你，后面要出场的前5名绝对能把你对快的认知按在地上摩擦。第7名，2026款奥迪 RS6 Avant 极速190英里每小时，约306公里每小时。我操，你们没看错，一台旅行车居然杀进了最快轿车排行榜，没错，就是那种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旅行车。但是奥迪这次玩真的了，他们硬是把这台买菜车塞进了一台591匹的猛兽心脏，极速直接干到190英里每小时。最骚的是它的外观，看起来完全就是个大学教授去开会的低调座驾，谁能想到这货比超跑还猛。4.0升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了解一下，0-100加速只要3.1秒。要是再选装那个动态增强套件，直接就能飙到190英里每小时的极速。说真的，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数据都怀疑自己眼花了。你们知道最夸张的是什么吗？
初代兰博基尼盖拉多0-100加速还要3.9秒呢，这台看着人畜无害的旅行车居然比超跑还快0.8秒，就离谱。更绝的是，它快归快，实用性一点没打折，后排能舒舒服服坐下一家5口后备箱，还能塞满全家的行李，30立方英尺的后备箱容积，5个成年人坐着不挤，同时还能飙到190英里每小时，这特么才是真正的扮猪吃老虎。奥迪这套48伏轻混系统简直黑科技，连刹车都不浪费能量，全部回收利用。主动悬挂系统更夸张，每毫秒都在扫描路面调整减震，再烂的路都能稳如老狗。还有那个后轮转向系统，低速时转弯半径小的跟小车一样，停车掉头特别灵活，高速时又能让车身稳得一批，开再快都不带飘的。这就是它开起来特别带感的原因，它永远比你先想到一步，时时刻刻都在帮你调整到最佳状态。平时接送孩子、买菜、购物，它就是台温顺的家用车。但要是遇到空旷道路，分分钟变身，性能猛兽给你看。11.99万美元的起售价，周一能送孩子上学，周六就能下赛道刷圈速。同一台车，同一箱油，这特么才是真正的全能王。这就是我们榜单第7名，一台被严重低估的性能怪兽，也是德国人造过最让人惊艳的性能车之一。说真的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谁敢相信旅行车能这么猛？第6名，2026款保时捷 Panamera Turbo e-Hybrid， 最高时速196英里每小时，约315公里每小时。从这款车开始，咱们就别聊什么合不合理了，这完全就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保时捷造车就一个原则，慢车不存在的，这不是我瞎吹，这是人家写在公司章程里的。但这款 Panamera Turbo e-Hybrid 它不只是快，它是快的让人怀疑人生，快的让人想报警。来看看这变态的数据 ,4.0 升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加插电混动系统，综合马力729匹，0-100加速 2.9 秒，最高时速196英里。关键是这货是个4门轿车。真皮内饰豪华得不行，后排还能舒舒服服坐4个成年人。你们品品，法拉利 Roma 跑0-100都要 3.3 秒，这辆保时捷居然只要 2.9 秒。更气人的是，飙完车还能带着全家人去米其林3星吃饭，这还有天理吗？它最变态的就是这个实用性拉满的同时，性能还强得不像话。保时捷的 PDK 变速箱换挡快得跟闪电似的，你眼皮还没眨完它就换好挡了，空气动力学套件全是自动的，后扰流板会根据车速自动升降，根本不用你操心。平时通勤用纯电模式，能跑32英里，约51公里。周一上班几乎不用烧油，周末去跑山，分分钟让你体验什么叫速度与激情。这种双重人格的设定，懂的都懂，简直爽到飞起。日常开它温顺的像只猫，安静低调，完全不张扬，但只要油门踩到底，瞬间变身猛兽，那个爆发力能把你直接按在座椅上。虽然起售价要18.39美元，约合人民币133万，但这车牛逼就牛逼在它根本不会让你在性能和豪华之间纠结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成年人全都要。这就是我们榜单第6名，也是第一个杀进 2.9 秒俱乐部的选手。不过接下来的前3名那完全是另一个维度的存在了，咱们要聊的就不是快车了，而是陆地飞行器级别的怪物。第5名，2026款宝马 M5， 极速205英里每小时。宝马 M5 这台车可不只是一台车那么简单，它就是一种态度，一种宣言。40多年的 M5 传承到了2026款，直接做成了史上最强 M5， 没有之一。搭载 4.0 升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搭配一台电机，综合马力717匹，0-100加速 2.9 秒。原厂电子限速下最高时速190英里每小时，要是选装 M 驾驶者套件，解除限速就能飙到205英里每小时。你们敢想吗？一台宝马轿车能跑到205英里每小时。上世纪90年代最出名的超跑迈凯伦 F1 最高时速也就240英里每小时，而这台2026款宝马 M5 和它的差距也就35英里每小时。关键是它还有后座，有后备箱，甚至还有5年质保，这才是它最厉害的地方，能给你超跑级别的性能，却不让你放弃任何实用性。当初宝马宣布 M5 要改成混动的时候，很多纯燃油性能车迷都慌了，怕它变软，其实完全没必要担心。这台电机不仅没让 M5 失去野性，反而把它变成了更猛的武器，扭矩瞬间爆发，没有丝毫犹豫，没有一点涡轮迟滞，狠起来不留任何余地。而且只要按一下按钮，这套4驱系统就能切换成纯后驱模式，想让车子甩尾，想感受每一匹马力在脚下发力的感觉，随时都能实现。这就是它让人上瘾的原因。你需要它是什么样，它就能变成什么样，舒舒服服开，它就是一台精致的长途 GT 车，跑高速稳得一批，一旦挑衅它，它
立马变身，变成一台完全不一样的猛兽。起售价117900美元，性能、传承、科技、实用性全给你揉进一台车里，堪称全能。但要说前4名，那可就不一样了，他们早就把实用性这3个字抛到九霄云外了。第4名，2026款奔驰 AMG GT63 SE 高性能版，最高时速196英里每小时，约315公里每小时。我跟你说啊，前面那几辆车充其量只能叫快，但从这台开始，那简直就是疯到姥姥家了，好吗？这货的综合马力直接飙到831匹，用的可是 AMG 工厂里老师傅们手工打造的 4.0 升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还额外塞了个后轴电机，光这个电机自己就能爆发出201匹马力，比很多家用车整个发动机都猛。0-100加速 2.8 秒，最高时速196英里。重点来了，这可是台4门轿车啊，朋友们。在德国法尔巴赫的工厂里，每台 AMG 发动机都是由一位工程师亲手从头装到尾的，装完还要在发动机名牌上刻下自己的签名。这可不是什么装样子的营销手段，是实打实的工匠精神。你们知道兰博基尼 Urus 那可是号称地表最快 SUV 之一，0-100加速还要 3.3 秒呢。再看看这台4门 AMG， 直接干到 2.8 秒，比超跑级 SUV 还凶残。到了这个级别还管它叫轿车，纯粹就是给个官方说法罢了，实际上早就不是普通轿车的概念了。最绝的是它那个主动车身控制系统，车前有个摄像头会提前扫描路面，在你还没开始转弯的时候，悬挂就已经调整到位了。注意啊，是转弯前就准备好了，不是等转弯时才动作。这就是为什么开起来感觉特别神，永远比路面快半拍。调到 GT 巡航模式，它就是台移动行宫，舒舒服服带你跑长途，但一切换到赛道模式，立马变身成带着2个后座的手工打造导弹。19.6万美元的起售价摆在那儿，这车打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卖给普通人。顺便说一句，这是咱们榜单上最后一台还能勉强算正常的车了，后面要出场的那些，那才叫一个离谱他妈，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第3名，2026款奥迪 RS7 Sportback 高性能版，极速190英里每小时。这台奥迪 RS7 高性能版说白了就是工程师们彻底不妥协，放开了造的产物，怎么猛怎么来，怎么好看怎么来。搭载 4.0 升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，搭配48伏轻混系统，综合马力630匹，0-100加速 3.1 秒。选装动态增强套件后，最高时速190英里每小时。但真正让它和榜单上其他车拉开差距的，不只是快，它还是德国造过的最漂亮的高性能车，没有之一。那个溜背车顶线条，还有饱满有力量感的后轮拱，宽体设计，低矮的姿态，胸的恰到好处，不浮夸不刻意，没有一点花里胡哨的戏码。到这地步，它已经不是在和普通轿车竞争了，直接对标超级跑车。奥迪 RS7 高性能版上的这套 Quattro 4驱系统是专门为赛道驾驶重新调校过的，更偏向后驱，转向更灵活，也更能让驾驶者感受到操控的乐趣。这可不是你邻居家那台奥迪 A 飞上的普通 Quattro， 这台的调校更锋利更暴躁，开起来特别上头，每次踩油门过弯都能给你满满的反馈，越开越上瘾。就拿阿尔法罗密欧朱丽叶4叶草版来说，它可是过去10年里最受好评的驾驶者之车，0-100加速还要 3.8 秒。而这台 RS7 高性能版0-100只要 3.1 秒，关键是颜值还比它高一大截。碳纤维车顶不仅轻量化，还特别有质感，陶瓷刹车更是厉害，从186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刹停都用不了4秒。还有 RS 运动排气，声音不是那种浮夸的闸接声，而是特别有质感有设计感的声浪，每一声都恰到好处，听着就上头。给它足够的空间，它就是一台颜值拉满的豪华 GT 车，长途开着又舒服又有面，一旦遇到弯道，它就立马变身赛道猛兽，差点让人忘了它还有后座。起售价129,900美元，这就是第3名，几乎挑不出任何毛病。之所以说几乎，是因为前3名的另外2台直接把它衬得像台普通车。第2名，2026款保时捷 Panamera Turbo S 极速202英里每小时，没错，又是202英里每小时，一台4门4座带完整后备箱的车，轴距比宝马5系还长，却能飙到这速度，离谱到家了。搭载 4.0 升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马力650匹，0-100加速 2.8 秒，最高时速202英里每小时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现代最具标志性的超跑之一法拉利458 Italia 0-100加速还要 3.0 秒，而这台保时捷 Panamera Turbo S 0-100只要 2.8 秒，比超跑还快。更绝的是，飙完之后后座还能调到40度倾斜，让乘客舒舒服服躺着休息，这就是这台车的核心魅力。4门的实用性，超跑级的速度，没有任何妥协，该有的全有，一点不将就。到这地步，简直连物理规律都要给它让步了。
保时捷的主动空气动力学套件分3个阶段开启，后尾翼会根据车辆的需求自动升起调整，根本不用你手动操作，它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做。自适应空气悬挂，在高速行驶时会自动降低车身，减少风阻，前分流器能产生下压力，还不影响车身稳定性。简单说，这台车自己就能管理好空气动力学，你只需要负责握方向盘就行，剩下的它全帮你搞定。还有保时捷扭矩矢量增强系统，能把动力精准分配到每一个车轮，精准得像做手术一样。过弯的时候，内侧后轮会轻微刹车，外侧后轮则加速。这样一来，车子转弯的灵活性简直像有心灵感应一样，丝滑又精准。这就是它开起来特别不一样的原因。明明是一台大车，过弯却灵活的像一台小尺寸性能车，一点不笨重。把它开去舒适的地方，它就是一台移动的头等舱，内饰豪华又舒服。一旦把它开去能放开跑的地方，它就变成了一台忘了自己有4个车门的超跑。起售价213,000美元，能跑到202英里每小时，有4座，还能当日常代步车，它能排第2名。只因为有一台车，就一台比它更离谱，而那台车按理说根本就不该存在。第一名，2026款奔驰 AMG GT63 SE 高性能版纽博格林特别版。峰值扭矩1055磅英尺，综合马力831匹。这台车从头到尾重新调校、重新优化、重新打造，就一个目的，把速度干到极致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设计。0-100加速 1.89 秒，最高时速202英里每小时 1.89 秒啊，兄弟们！布加迪威龙0-100都要 2.4 秒，法拉利 SF90 Stradale 要 2.5 秒，兰博基尼 Huracan Performante 也要 2.5 秒，而这台4门德国轿车把它们全给秒了，关键是它还有后座。一台比布加迪还快的车居然能坐下4个人，离谱到不敢想。它的悬挂调校可不是在模拟器上瞎调的，是在纽博格林赛道实打实跑出来的。在这条全世界最残酷、最考验车的赛道上，整整跑了200圈测试，就为了把 1.89 秒的起步速度调到完美，这才是毫无底线的极致执念啊！搭载 AMG Speed Shift MCT 9速变速箱，换挡速度不到100毫秒，比你眨一下眼睛还快，比你脑子反应一下还快。等你脑子反应过来，绿灯亮了，这台车都已经换到2档了。碳陶瓷刹车升级到了更大的尺寸，制动力拉满，后轮转向也重新调校过，高速行驶时的响应速度更快，开再快也稳得一批。就连弹射起步控制系统都是用那200圈纽博格林测试的数据重新调校的，每一次起步都精准到极致。内饰方面 ，AMG 性能座椅配碳纤维座椅壳，支撑性拉满，柏林之声音响是3D 环绕的，足23个扬声器。开着它飙车，连声浪都能听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。还有 AMG 赛道数据记录系统，能实时记录圈速、分段时间和车辆动态。开去赛道日，能把那些专门的跑车都虐得没脾气。开完直接开回家，第2天还能再去刷圈，一点不矫情。起售价229,000美元。说实话，到这地步我都不知道该叫它什么了。它不是普通轿车，也不是单纯的超跑，它就是一种离谱的完美，越离谱越让人着迷。2026款奔驰 AMG GT63 SE 高性能版纽博格林特别版不只是第1名，它是独一档的存在，没有任何对手，自己就是一个类别。咱们这9台车其实就是对一个问题的9种不同答案。一台德国轿车到底能快到什么地步？从时速180英里的宝马 M3 到比布加迪起步还快的4门 AMG， 德国人不只是造了快的轿车，更是重新定义了轿车的上限，告诉全世界轿车也能打破所有规则。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，这9台里你真会买哪台是日常代步也能秒人的街头武器？宝马 M3 是混动猛兽宝马 M5， 是榜单里最帅的奥迪 RS7， 还是这台本不该存在的 AMG GT63 SE 纽博格林特别版？把你们的选择打在评论区里，要是有人选的不对，直接在评论里告诉他为啥错。评论区不就是干这个的吗？要是你们想看最快的德国 SUV 也这么排名，那期视频就在这儿。要是这期榜单惊到你了，赶紧点个关注，下一期只会更惊掉你下巴。毕竟一台4门车0-100能跑到 1.89 秒，这本就不该是可能的事儿，但它偏偏就存在了，这就是德国性能车的魅力啊！